顾秀才，3天期限到了，欠赵老爷的2两银子，连本带利，现在是5两。我大元朝律法明文规定，高利盘剥不得超过本金2成，你们这是明抢！人吃人的时候，赵老爷的规矩就是律法。少废话，不给银子交地契，不交地契，今天就打断你的腿。哥，我怕。小丫头片子，跟爷走吧，有口骚水喝，总比饿死强。谁敢碰我妹妹，我顾长安今天就算血溅当场，化作厉鬼也不会放过你们！哟，酸秀才还来狠的啊！哥，别丢下小队子，小豆子不吃东西了，小豆子听话。行了，真死在我面前晦气。顾长安，我再给你最后一条路，你这院子里，哪怕是挖地3尺，把能换钱的给我拿出来。要是凑不够，我今天直接砸了你这破房子！我给。狗哥，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就剩这2块干馍，本想留着给小豆子续命，现在全当利息，求您再宽限3日。行，算你识相，但3天后要是见不到5两银子，我要么收你的地契，要么带走你妹妹。我们走。哥，豆子不饿，豆子不吃馍了，豆子长大了可以去挖草根。对不起，是哥没用，哥护不住你。豆子，你醒醒，你别吓哥！老天爷，我顾家世代读书，行善积德，为何要绝我顾家生路啊？不管是哪路生命，求求您显显灵，救救我父亲吧！只要能度过这次难关，我林婉愿意用任何东西来换，求求您了！谁在下面？是人是鬼？谁在说话？你是谁？你是神明吗？我不是神明，我是大元朝江征县的秀才顾长安。我妹妹快饿死了，你刚才说愿意用任何东西换，你手里有吃的吗？大元朝江州县，这不是历史上那个只存在了短暂时期的前朝故都吗？我这是古井通古代了。姑娘，我求求你，不管你是人是鬼，只要你给我一点吃的，我愿意拿我的一切来换。我家里什么都没了，这是我爹生前最宝贝的端砚，我不知道它到底值多少钱，但这是我唯一的家当了。你拿去试试，求你给我换一口吃的，救命！这包浆，这石眼，竟然是宋代的老坑端砚，而且这背后的铭文，难道是苏东坡的款？东西你收到了吗？能换吃的吗？我妹妹快不行了。收到了，这砚台非常珍贵。但是顾公子，我现在被债主堵在外面，身上没带什么东西。我兜里只有1个面包和1根棒棒糖，你先拿去救急。等我解决了外面的麻烦，我带1车的食物来谢你。豆子，张嘴，神仙显灵了，神仙给咱们赐仙丹了。哥，好甜，这是什么？好甜啊！甜就好，甜就好。哥有吃的了，豆子不用死了。世间竟有如此松软香甜的神仙吃吃，这神仙到底是何方神圣？林老头，3天时间到了，800万，你那一碰就碎的高仿元青花瓷可是你自己打碎的。今天要是拿不出钱，这家店连带你家的地皮就都归我了。林兄啊，你说你这辈子在古玩行里摸爬滚打，怎么临了连个高仿和真品都分不清了呢？听王少一句劝，把店转让了，回家养老去吧。秦国良，是你和王少做局坑我，那根本就是你们带进来的赝品。老东西，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来人，抓着他的手，在转让合同上按手印。住手！钱我替我爸还。
林婉侄女，这可是800万现金，你拿什么还？拿命换吗？就凭这个，宋代老坑端砚，备刻苏轼真集铭文。哈哈哈哈哈哈！林婉，你想钱想疯了吧？你随便从哪个泥坑里挖出一块黑石头，就敢说是宋代端砚，还苏轼真迹？你怎么不说这是玉皇大帝用过的？别跟他废话，直接按手印儿，把这疯女人赶出去。慢着！哎呦，金老，您老人家怎么有空到这破店来了？金老好。小丫头，这东西你从哪儿得来的？金老，来历不重要，您是国内鉴定界的泰斗，您只说这东西是真是假，值多少钱？老坑水岩紫端，石眼如巨月之眼，层次分明。更绝的是背后的东坡居士4字铭文，刀法遒劲，确是北宋真经无疑。这是一件足以进博物馆的国宝级重器。这不可能！金老，您看走眼了吧？这明明就是刚出土的。你在教我做事？不敢。小丫头，这方砚台老朽出1500万，你卖不卖？卖。不过金老，麻烦您现在先转800万到王少的账户上，剩下的钱打到我的卡上。钱还清了，带着你们的人滚出我林家的店。林婉，你给我等着，我们走。姑娘，你这是要去抗震救灾啊？比救灾还急。师傅，帮我把这些全搬到我的面包车上，多给你200小费。顾公子，你还在吗？我在。姑娘，你平安无事了吗？多亏了你的砚台，我渡过难关了。我答应过你，要带1车的食物来谢你。你要白天那种香甜的食物，对吧？你接好了。天降甘霖，真的是神仙手段。哥，钱是吃的，我们不用死了。姑娘大恩，顾长安永世不忘。但所谓无功不受禄，这些神仙吃食必定极为珍贵，长安不能白拿。顾公子，实不相瞒，你在那边如果还有像砚台那样的老物件，字画、瓷器都可以拿来跟我换，只要是旧东西，有多少我要多少，粮食管够。旧物，只要是旧物就行。好，姑娘稍等，长安这就去给你筹措。这是什么肉香？顾秀才家不是揭不开锅了吗？我的老天爷，水，清澈的水，还有面。各位乡亲，昨夜我顾家祖宗显灵，梦中赐下鲜粮，祖宗说了，不忍看我江州百姓饿死。祖宗显灵，长安啊，你那鲜粮能不能给大爷一口汤喝？鲜粮珍贵，不可白食。神仙说了，需用凡间的老旧物品来换，无论是破瓷碗、旧字画，还是铜钱古玉，只要是祖上传下来的，皆可换粮。你等着，我家里有个喂鸡的破黑碗，是我太爷爷传下来的，我去拿。这光泽，这纹路，这是《宣和博古录》里记载的剑窑曜变天目碗。前朝皇室御用的极品，竟然被用来喂鸡。王大爷，这碗祖宗收了，这50斤雪花白面是换给你的。白面，真的是白面，活了，我孙女能活了。顾秀才，你就是活菩萨呀！我家有一幅破画，垫桌角了，我这就去拿。我家有个破香炉，我也去。狗哥，赵财主，你们不是想逼死我吗？这江仁县的天要变了。最近城外的流民怎么回事？这都3天了，怎么没人来牵办神洽了？老爷，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难不成那些泥腿子都饿死了？饿死了就把地契直接收过来。没死，不仅没死，一个个还吃上了白面。白面！这江州城方圆100里，除了我赵家的粮仓，连县太爷家里都没白面了。
他们哪儿来的面？是顾家那个穷秀才顾长安。顾长安，他不是连2块发霉的杂面干面馍都保不住吗？老爷，活见鬼了！那穷酸秀才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座面山，成袋成袋的雪花白面就堆在他家院子里。他现在正拿那些面收村民家里的破烂玩意儿呢。收破烂儿？对，什么破碗破香炉，只要是旧的他全收。王老头那个喂鸡的破碗，他直接给了50斤白面。现在整个村子的人都疯了，全把家里东西搬去他那儿换粮，根本没人来咱们这儿借粮了。50斤白面换一个破碗，这顾长安背后肯定有一条运粮的暗线。老爷，咱们怎么办？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他这是在断咱们赵家的根啊！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一个穷酸秀才也配吃白面？老爷的意思是，今晚入夜，带上10个手脚干净的兄弟，带上刀。明白。粮食一粒不剩，全给我搬回来。至于那个顾长安和他妹妹，直接丢进城外的乱葬岗喂野狗，手脚干净点，别留活口。老爷放心，今晚过后，江州城再无顾家。顾菩萨，您长长眼，这是我太爷爷当年在山上挖菜时捡的，一直没舍得扔。汉代的盘枝纹青玉璧，虽然品相不是最顶级的，但也算得上传家宝。能换多少面？200斤白面，外加2桶净水。谢谢顾菩萨，谢谢顾菩萨。哥，怎么了？没事，豆子。今晚不管听到什么动静，躲在屋里床底下，千万别出来。豆子听话。林姑娘，林姑娘在吗？顾公子，我在。物资不够吃了吗？姑娘，粮食足够，但长安遇到麻烦了。怎么了？是不是有人抢粮？财帛动人心，我一个穷秀才，家里凭空多出这么多精细白面，已经惹红了城里财主的眼。我门外现在全是盯梢的暗探，今晚入夜，他们必定会带刀来灭门劫粮。杀人越货，你赶紧报官啊！荒年之下，官商勾结，县太爷和赵财主穿的是一条裤子，报官只会死得更快。那怎么办？我这里有很多菜刀和铁棍，我马上给你扔过去，你拿着防身。姑娘且慢，双拳难敌4手，他们人多势众，寻常刀剑我一介书生根本不会用。那你要什么？姑娘所在的神仙定地，可有那种能发出奇光，能让人瞬间失去抵抗之力，或者坚不可摧的法宝？我不需要杀人，我只需要震慑。我要让他们把我当成真正的神明下凡，永远不敢再生歹念。强光，失去抵抗力，坚不可摧。有了，顾公子，你等我1个小时，我马上去准备法宝，保证让他们有来无回。多谢姑娘，长安在此等候。老板，把你们店里最亮的手电筒拿出来。美女，这款是强光探照，够亮吗？能把人眼睛闪瞎那种。那得是这款3万流王战术爆闪手电，直接照眼睛，能让人短暂失明3分钟。要了。还有防狼喷雾有吗？最辣的那种。警用级别的，里面加了高浓度辣椒素，喷在脸上瞬间失去战斗力，鼻涕眼泪狂流。拿10瓶，再给我来一面防爆盾牌，最厚的那种 PC 材质的。美女，你这是要去打仗啊？别废话，刷卡，快！先去政务，把那个酸秀才宰了，其他人去柴房搬面。赵万怀就派了你们这几条杂鱼来送死。他在这儿，砍死他！我的眼睛，我的眼睛瞎了！雷公，是雷公下凡了，救命啊！毒瘴，这是仙家的毒瘴，我要死了！神仙饶命，神仙饶命啊！装神弄鬼，我杀了你！
那是赵财主家的狗哥！我的老天爷，狗哥可是练家子啊！10几个带刀的护门，一晚上就被顾秀才一个人拿下了。我昨晚起夜，看到顾家院子里爆发出一道比太阳还亮的神光，还有雷霆的声音。顾秀才真的是天上的雷神转世。昨夜，赵万才派人携刀入室，意图抢夺仙粮，屠我满门。仙家震怒，降下雷霆之光，收了他们的神智。我顾长安今天把话放在这里，这仙粮是祖宗赏给我江州百姓救命的，谁敢动歪心思，这就是下场。从今往后，江征县赵家的规矩作废，我顾长安的规矩就是天理。顾菩萨慈悲，顾菩萨万岁！各位媒体朋友，老朽可以拿我50年的名誉担保，这2件绝对是真品。这只天目碗世所罕见，其价值不可估量。而这块汉代玉璧更是考古界的重大发现。李女士，您接连拿出如此级别的国宝，请问这些文物的来源是哪里？这是我家族世代相传的秘藏。我今天召开这个鉴定会，就是为了将它们合法拍卖，部分所得将捐赠给慈善机构。警察同志，就是他！他涉嫌大规模走私、盗卖国家级盗掘文物。秦副会长，你血口喷人也要有证据。林婉女士，我们接到古玩协会秦副会长的实名举报，您近期频繁抛售多件来历不明的顶级国宝，我们需要您配合调查。警官，这些东西我看过，绝不是刚出土的生坑货，包浆自然，分明是传世品。金老，您老眼光倒了，但这掩盖不了来路不明的事实。各位，宋代端砚、曜变天门碗、汉代玉璧这种级别的国宝，哪一件不是登记在册或者在博物馆里？他一个破产古玩店的丫头，凭空拿出这么多国宝，只有一种可能，他背后有一个极其庞大的盗墓走私团伙。林女士，按照文物保护法，只要您无法提供这些文物合法法的传承证明或者购买记录，我们有权将其暂时查扣，并且您的所有银行账户将被即刻冻结。冻结账户？不行，我还需要钱去买。买什么？买通海外买家吗？林婉，你完了！林女士，请跟我们走一趟。在此之前，这2件文物将被移交文物局封存。你只有24小时的时间提供合法来源证明，否则将正式立案。顾公子，顾公子救命！林姑娘，发生何事？可是遇到危险了？我的死对头报了官，说我的那些古董都是偷来抢来的，官府把我的钱全部冻结了，还要把我抓进大牢。岂有此理！姑娘拿的是我顾家光明正大的交易之物，怎会是偷抢？姑娘需要我做什么？证明，我需要能证明这些东西合法来源的证明，比如你们那个时代的转让契约、当票，或者带有官府大印的文件，只要能证明这些东西不是我从地里挖出来的就行。契约、当票，姑娘莫慌，你想要证明，我给你找最高级别的证明。你等我1个时辰。曜变天目碗乃皇室御用，绝不可能无缘无云物流落到王大爷祖上。江州曾是前朝故都，必有赏赐记录。找到了，此江州王室建窑曜变天目禅一只，汉代金玉璧一枚，已彰其中。哈哈，有了这份圣旨，我看还谁敢说这是贼赃！林婉女士，24小时期限已到，请问你是否能提供那批国宝的合法传承证明？如果不能，我们将正式走移交司法程序。警官还问什么？他要是能拿出证明，我秦国良的名字倒过来写，那可是前朝皇家的东西，难不成皇帝老儿给他发了证书？谁说我没有证明？这就是证明。竹筒？林婉，你拿个破竹筒来糊弄警察，你是不是精神失常了？金老，麻烦您亲自开封。这是？这纸张材质是诚心堂纸，这印泥是御用朱砂，
这印文受命于天，既寿永长，这是前朝的传国玉玺印。局长，您看这字，赐江州王室剑瑶曜变天目斩一支，汉代青玉璧一枚，对上了，全部对上了。这不是盗掘文物，这是传承有序，有皇室玉牒圣旨背书的绝世家传秘宝啊！这圣旨本身就是一件无价的国宝。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从哪里弄来的圣旨？作假，肯定是作假！警察同志，抓他，那是假的！秦国良，你是在质疑我，还是在质疑文物局局长的专业？警官，这份圣旨毫无疑问是真迹，林婉女士提供的文物来源完全合法，解除林婉女士账户的所有冻结。秦国华，你涉嫌恶意报假警、构陷他人、扰乱公共秩序，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带走。顾公子，这一局我们赢了。这只是寻常的榆木，毫无灵气，神仙不收。下一个。顾菩萨，您再仔细看看，这是我爷爷用过的，起码有50年了，您就随便赏一口棒子面也行啊。规矩就是规矩，不收。顾秀才，那我这个呢？这是前朝留下来的渔网，不收。长安啊，这10里8乡能拿得出手的祖传物件，这半个月早就被大伙掏空了。现在大家家里连个带花的瓷片都找不出来了。这神仙要是不收破烂了，大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活呀？顾菩萨，求神仙开恩啊！乡亲们，你们家里的旧物虽然没了，但江州城里有的是上好的老物件。城里那些好东西都在大户人家和官老爷手里，咱们哪儿拿得到啊？大户人家，赵财主联合县太爷，趁着大荒年兼并土地，逼死了多少大户？城西的李员外家，城东的陈宅，还有城外的武神庙，现在全成了无主的废墟。那些地方都死绝了，晦气得很，而且县衙贴了封条，谁敢去？封条？我昨日已经用500斤白面从县太爷手里把城里13个废宅和城外3座破庙的地契全部买下来了。从今天起，我要组建一支发掘队，凡是愿意跟着我去这些废宅、破庙里清理瓦砾、寻找旧物的，管保。每天3顿白面馒头加肉汤，挖出带字、带画、带官印的好东西，额外赏精面10斤。每天3顿白面，我干！我力气大，我能挖，我也去，我不怕晦气。长安，大爷，我虽然腿脚不利索，但我眼睛好使，我给你们掌灯。这顾长安真是饿糊涂了，花500斤精面就买这么一堆破砖烂瓦。班头大人，既然地契已经是我的了，就不劳你们费心了。顾秀才，县太爷让我带句话，面他吃得很开心，你要是还有面，城北的乱葬岗也可以包给你，就怕你这装神弄鬼的马戏撑不了几天。兄弟们，撤！顾菩萨，正殿神像后面挖出来的，沉得很，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嗨，这就是块废铁，估计是以前庙里垫香炉脚的，扔了吧。慢着，放下。青铜胎，菱形暗纹，千年不腐。这哪里是废铁？这是越诀书里记载的春秋越国青铜剑，而且这工艺绝对是王室级别的。顾菩萨，这有块破石头，上面好像有字。颜体，多宝塔碑的笔意，落款是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哈哈哈！颜真臣的真意石碑竟然被拿来当门槛，天佑我顾家，天佑我江州！顾公子，那边情况怎么样？我招呼解冻了，资金非常充足。林姑娘，大丰收啊！我刚刚挖出了颜真参的真迹半身石碑，还有一把疑似越国王室的青铜剑。颜真卿，越王青铜剑，我的天，你没看错吧？绝不会错，我这就给你传过去。姑娘，这次我要换的不是粮食了。你要换什么？
我要救命的神药，还有能让这江州大地起死回生的仙种，你且接好。顾公子，你这2件东西，如果操作得当，能换来买下一座现代城市的物资。你等着，我马上联系金老，走内部绝密渠道变现。阿福，怎么回事？恩师怎么了？顾师兄，老爷他染上了伤寒疫病，已经高热3天3夜，陷入昏迷了。恩师，你们来干什么？顾秀才，别像条疯狗一样乱咬。我们是好心，带全城最好的孙大夫来看望宋老先生。孙大夫，我恩师的病如何？伤寒入体，邪热攻心，老朽无能为力。若想续命，唯有用100年野山参吊气，辅以极品清热犀角。但这2味药，整个江州城哪里有？多少钱我都买。顾长安，别费劲了。江州城所有的药材库，前天已经被本官和赵老言和征用了。那100年野山参和犀角，现在都在县衙的库房里。你们囤积居袭，大义当前，你们扣着药材不放，是想草菅人命吗？放肆！怎么跟县尊大人说话的？顾长安，宋老先生是江州文坛领袖，本官自然想救，但药材珍贵，不能白给。你要多少粮食换，我给。你真当自己有座仙山了？我们要的不是粮食，我们要宋老先生的一句话。只要他肯写一封联名信，号召全城百姓将土地以1亩1斗杂面的价格全部卖给赵家，药材立刻送上。你们这是要榨干江州百姓的最后一滴血！恩师一生清高，宁死也绝不会受你们这等小人的要挟。经久不吃，吃罚酒。宋老头要是死了，江州城的读书人就没了主心骨。我倒要看看谁还敢违抗本官。顾长安，你那点装神弄鬼的把戏骗得了泥腿子，骗不了我们。哼，等你背后的人断了粮，我看你怎么死。我们走。长安，莫要管我，不可向他们低头，保住江州。恩师，您撑住，学僧绝不向他们低头，学僧有办法救您。林姑娘，救命！顾公子，我在，那2件东西已经交接完毕，钱正在入账。出什么事了？我恩师染了伤寒大疫，城中贪官恶霸垄断了药材，想逼恩师出卖全城百姓。姑娘，你们仙界可有治高热疫病的仙药？高热、伤寒，那是细菌感染，有，必须有。我马上给你去药店买退烧药和抗生素，阿米索林、头孢、布洛芬，我全给你弄来。需要多久？我恩师快撑不住了。15分钟，你等着我，我现在就跑去对面的大药房。顾公子，药来了，我把药片抠出来了。红白色的胶囊是杀菌的，圆形的白片是退烧的，一次各吃2粒。用我给你的温水送服，接好。恩师去了，我江州文脉断了呀！都给我闪开！恩师没死。顾师兄，你给恩师吃的是什么？红红白白的，莫不是毒药？滚开！这是仙界神药。退了，热退了，老爷没有刚才烫了。这是什么起死回生的神仙手段？连孙大夫都说没救了。长安，恩师，您醒了。我以为我熬不过这遭了。你这药，恩师，这不是我顾长安的功劳，这是上天不绝我江州百姓。神仙赐下仙粮神药，就是要我们推翻这吃人的贪官污吏。顾师兄，李县令断绝生路，赵财主草菅人命，我们这群读书人愿以顾师兄马首是瞻，为顾师兄马首是瞻。顾公子，宋老先生没事了吧？已经
经下床走动了，姑娘大恩如同再生父母。别客气，你要的能让大地起死回生的东西，我买到了。老板，我订的那10万斤脱毒红薯种子，5万斤土豆种块，还有高浓度复合维，都装好车了吗？装好了，老板，全是大卡车。不过美女，你买这么多高产种子和化肥，是要去包山头吗？这红薯种下去，1亩地可是能产6、7千斤的。我不包山头，我要去救活一个时代。林姑娘，你刚才说此物种下去，1亩地能产多少？在你们那个时代，没有农药，算上折损，1亩地保守估计产个4、5千斤没问题。这东西不挑地，沙地、旱地都能长。那个黄色的叫土豆，产量也差不多。4、5千斤。我大元朝最肥沃的水田，种水稻1亩也不过产300斤，4、5千斤，那江州城的百姓永远都不会饿死了。我连种植手册和化肥使用说明都给你传过去了。顾公子，带你的百姓去种地吧。乡亲们，这是神仙赐下的仙种，名为红薯，只要种户种下去，1亩地产粮5千斤。5千斤！老天爷呀，咱们江州有救了！顾菩萨万岁！发种，发仙家化肥。今日起，我江州百姓自己种地，自己吃饭，再也不受任何人盘剥。疯了，全疯了！宋老头没死，上万泥腿子全跑去城外种什么红薯？本官的私盐生意没人干了，赵万才，你的高利贷也收不回来了。大人，那顾长安现在的声望太高了，连城防军的几个百户都偷偷跑去领了红薯种，咱们镇不住他了。大人，不能再等了。他顾长安不是说那是神仙赐的粮吗？你有办法？咱们治不了他，朝廷能治。大荒之年，他顾长安凭空变出几万斤细粮，现在还拿出了亩产5千斤的药物，这只能说明一件事。你是说他在造反？他绝对是发现了一个前朝复辟留下的巨型地下粮仓。大人，立刻800里加急上报锦衣卫镇抚司，就说江州生变，顾长安私藏皇家粮仓，意图谋反。好一招借刀杀人！锦衣卫一到，不管他顾平安是人是神，都得死无葬身之地。那些粮食和仙种，就全是你我2人的了。出土了，神仙粮出土了！这一个红薯抵得上过去半个月的口粮啊！大家伙儿过秤，快过秤！第一空120斤，第二空150斤。顾师兄，这1亩地的产量出来了。多少？1亩地足足4800斤！4800斤！我大元朝开国以来，哪有这么高产的庄稼？顾菩萨，这是救命的鲜粮啊！乡亲们，有了这批粮，江州城再也没有饿死鬼。立刻组织人手将红薯入窖，土豆那边也抓紧收割。谨遵顾菩萨号令。这就是你奏报的意图谋反的江州逆党。指挥使大人明鉴，那顾长安原本只是个穷酸秀才，半年前不知从何处寻得一处前朝地下皇陵，不仅挖出了数万斤精细白面，如今更是弄出了什么亩产5千斤的妖物。大人，这顾长安妖言惑众，收买人心，如今江州城内的百姓只知顾菩萨，不知大元皇帝。城防军的几个百卫也全被他用妖粮收买了。此子若不除，大元朝江山危矣。亩产5千斤，前朝皇陵。本座在锦衣卫诏狱待了20年，还从未听过如此离奇之事。大人，下官所言句句属实。他不仅私藏皇家粮仓，手里还有极厉害的神兵利器，能发出比太阳还亮的上光，瞬间致人眼盲。装神弄鬼，在朝廷3万大军面前，任何妖术都是纸老虎。传本座将令，大军拔营，包围江州城，一只苍蝇都不准飞出去。遵命。
林总，那边的供货商又送东西来了，这次是绝密级别的。顾公子这次又弄到什么好东西了？这是大字本、包被装、皇陵书衣，这是永乐大典的正本孤本。丫头，永乐大典正本在明末清初就已失踪，世间流传的皆是嘉靖副本。你这2册正本，简直是华夏文明的无价之宝，绝对不能流出海外，必须上交国家博物馆。金老放心，我明白轻重，这种级别的国宝，我绝对不会拿去拍卖。我这就联系文物局，准备无偿捐献。捐献？林总，这么急着把价值连城的东西送出去，问过我们董事会的意见吗？周董，你什么意思？林氏拍卖行我绝对控股，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画脚了？林小姐，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黑石资本亚太区总裁理查德。你手里那2册永乐大鉴，我们黑石资本要了，开个价吧，10亿还是20亿？理查德先生，这是华夏的国宝，不卖给外国人，请你们出去。林婉，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以为你还是那个绝对控股的董事长吗？就在半个小时前，黑石资本已经通过离岸账户强行收购了你名下3家物流公司、2家仓储公司的所有债权，并且市面上散落的林氏拍卖行股份已经被我们溢价全部失下。林小姐，现在我是林氏拍卖行最大的债主人兼第2大股东，如果你今天不把这2册股籍转让给我，明天你的拍卖行就会因为资金链断裂和债务违约，立刻被法院查封。你们这是恶意做空，强行控盘。资本的市场只讲钱，不讲情怀。林婉，交出永乐当典，我们不仅免除你的债务，还会给你留一笔丰厚的养老金。否则，你不光保不住古玩行，你那个专门往某个神秘仓库运送大量农用物资的秘密物流线也会被我彻底掐断。你查我的底？只要有钱，在现代社会没有秘密。林小姐，给你3个小时的时间考虑，下午3点我们来拿书。丫头，这可怎么办？海外财阀入场，他们资金雄厚，这是要把你往死里逼呀！想拿100亿资金压我，想断顾长安的粮道，做梦！立刻通知财务，把我们账上所有的流动资金全部提出来，调集安保人员，死守郊区的物资仓库。不管发生什么，那条物流线绝对不能断。官兵，是朝廷的平叛大军，红衣大炮都拉来了！完了，全完了！咱们刚吃上饱饭，朝廷就要来要咱们的命啊！城里的逆贼听着，锦衣卫指挥使沈大人驾到，朝廷3万大军已将江州城围得水泄不通。顾长安私藏前朝皇室粮仓，意图谋反，罪在不赦。沈大人有令，限你们半个时辰内打开城门，交出顾长安和所有粮，否则大炮轰城，鸡犬不留！放屁！什么皇粮？那粮食是顾师兄求上天赐下的。李县令，你贪赃枉法，饿死百姓，现在还有脸代表朝廷？老朽宋明礼，江州百姓不过是想活命，何罪之有？尔等纵容贪官，残害忠良，这朝廷不反也罢。弓箭手，准备。宋老头，你找死！放箭！保护恩师！滚下来！这条路今天封了，谁敢把车开进仓库，老子废了他！林总，他们不仅堵了路，还破坏了变压器，仓库现在断电了。理查德的人放话了，如果不交出永乐供典，他们今晚就把仓库烧了。报警了吗？报了，但是这里太偏僻，警察赶过来至少需要半个小时。而且理查德的律师团队已经在市局那边周旋，试图拖延时间。我亲自去跟他们谈，古代那边随时会面临断粮和攻城，我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掉链子。林总，不能去啊，那些都是亡命徒。住手！你们这是黑社会行径，我已经报警了。哟，林总亲自来了。理查德老板说了，只要林总愿意在转让协议上签字，兄弟们马上撤。做梦！敬酒不吃吃罚酒，把这娘们绑了，看他还怎么横！顾公子，我这边遇到大麻烦了，海外财阀派黑帮截断了我的仓库，
今晚的物资可能运不过去了。林姑娘，江州城被朝廷3万大军包围，锦衣卫的红衣大炮已经对准了城门。红衣大炮，他们要屠城！他们断定我们没有兵器，只能任人宰割。林姑娘，江州城数3万百姓的性命全系于此战。我不要粮食了，我要武器，能破3万大军的现代武器。顾长安，我上哪儿去给你弄军火？这里买不到枪炮啊！没有枪炮，那有没有什么东西能飞到天上？能飞到他们头上扔火把，只要能制造天罚的假象，就能溃敌军心。飞到天上，飞。无人机，我今天刚进了一批大型直爆无人机，用来给红薯喷洒农药的，载重50公斤。无人机为何食物？能飞多高？能飞几百米，而且下面有挂载药箱的接口。顾长安，你听着，我教你怎么改装。你把火油罐子绑在无人机下面，飞到他们头顶上去炸。好，姑娘快传。老李，别管那些暴徒了，快过来帮忙，把这些无人机搬到那边的废弃水井旁边，快！好，顾长安，半个时辰已到，既然你不识抬举，那就连同这座城一起化为灰烬吧！红衣大炮，准备点火！天绝我江州啊！这是什么怪物？神仙显灵了，天兵天将下凡了！所有读书人，听我号令，顾师兄吩咐，这是林姑娘传来的9天玄鸟，把城里的火油罐全部搬上来，用绳子绑在这玄鸟的肚子上，点燃引信，我教你们怎么飞。起飞！那是什么妖怪？会飞的黑铁疙瘩！不好，散开，全军散开！天罚将士，放！天火，这是天火！顾长安真的是神仙，快跑啊！救命！指挥使大人，救命！林小姐，时间到了，古籍在哪里？如果你不交出来，今晚你的仓库不仅会被烧掉，你本人恐怕也受点皮肉之苦。理查德，你以为有钱就能在华夏的土地上为所欲为吗？动手，把他绑了。小妞，乖乖听话吧。放下武器，抱头蹲下，所有人立刻停止反抗。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敢抓我？我是外宾，我是黑石资本的总裁。理查德先生，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国安全法。国家安全法。丫头，你受苦了。金老，您怎么来了？你刚才给我打完电话，说遭遇黑帮袭击后，我就直接把永乐地景现世的消息上报了国家最高层，上面震怒，直接入场查封了黑石资本在境内的所有账户，想用海外资本买断华夏的国宝，简直是痴心妄想。赢了，我们都赢了。装神弄鬼的妖人，我锦衣卫就算战死，也绝不退缩！杀了他！沈大人，快杀了他！他手里没有那种会飞的怪物了。李县令，赵万富，你们欺上瞒下，使百姓民不聊生。今日我顾长安便替天行道。顾菩萨饶命，粮食我都不要了，钱全给你。削铁如泥，这等神兵，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只是一个想让江州百姓活下去的穷秀才。沈大人，你是个聪明人，这朝廷已经烂透了。你若现在杀李县令，赵万才以平民愤，我便送你一场滔天的富贵和这江州城取之不尽的鲜粮。你若不应，那会飞的天火，我随时可以再召来1万架，直接飞去京城。沈大人，你贪官污吏，死有余辜。锦衣卫指挥使沈炼，愿听顾先生差遣。林姑娘，这天下是我们的了。各位媒体朋友，各界同仁，今天我代表林氏拍卖行，也代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顾先生，在此做出郑重声明：这2册象征着华夏文明巅峰的永乐大典正本孤品，我们将无偿、永久的捐献给国家博物馆，让国宝永远留在华夏的土地上。好丫头，好丫头啊！沈大人，陛下派你来剿灭江州逆党，你倒好，
不仅斩了朝廷命官，还给一个穷酸秀才下跪。你这锦衣卫指挥使的脑袋是不想要了吧？魏公公，李县令贪赃枉法，逼死百姓。顾长安手中有亩产数千斤的神粮，他是救世之人。我沈兴为身为大元军人，绝不屠戮无辜百姓。放肆！什么神粮？那是妖术！咱家接到的密报，顾长安私自挖掘前朝皇陵，私藏黄金万两，打造兵器，意图谋反。公公，那顾长安就在帐外，只带了10几个手无寸铁的随从，是否直接拿下？拿下？太便宜他了。咱家要当着全城百姓的面抄了他的家，挖出他的谋反铁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带路去顾家大院。你就是那个装神弄鬼的顾长安？草民顾长安，少在咱家面前装蒜！你撕开前朝皇陵，囤积金银兵雅，意图谋反。来人，把这贼窝给咱家砸了！挖地3尺，也要把兵器和金山银山找出来。禀公公，里面什么都没有。放屁！几万斤的白面，还有造反的兵器，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库房查了吗？查了，库房里全是蜘蛛网。别说金子兵器，连1粒米都没有。魏公公，你兴师动众砸我家门，就为了找那些莫须有的东西？顾长安，你把东西藏哪儿了？你若交不出东西，咱家今天就以欺君罔上之罪诛你9族！阉贼！顾长安乃我江州活菩萨，你敢动他一根汗毛，我江州数万百姓今日便与你鱼死网破！造反！你们这是造反！统领，准备放箭！慢着！魏公公，你不是要找我谋反的铁证吗？你不是要找金山银山吗？我顾长安的宝藏全在这泥土里，这就是我的金山银山，此物名为红薯，亩产5000斤。大元朝连年灾荒，饿殍遍野，朝廷不放粮，反而派大军来抢夺百姓的口粮。你们要的根本不是谋反的铁证，你们是要绝了天下苍生的活路！妖物，这是妖物！杀了他！快杀了他！锦衣卫听令，此阉党祸乱朝纲，残害忠良。今日我沈炼誓死追随顾先生，保护神粮，保护江州。誓死追随顾先生，誓死保护顾菩萨。反了，全反了！反了！带着这亩产1000斤的神粮，800里加急送往京城。我要让大渊皇帝睁开眼睛看看，是谁在救他的天下。遵命。林女士，国家对你的无偿捐献高度重视。鉴于你企业的财务状况，国家特批了一笔50亿的无息援助资金，已经打入你的账户，并且从今天起，你的物流公司和存储基地将由军方提供最高级别的安全保卫。谢谢国家。林女士，你之前向上面申请的那些特殊物资采购权限，钢铁、机床、大型农用机械，上面已经全部批了。我不管那个顾先生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是对华夏有益的事情，国家队是你最坚强的后盾。明白，我保证完成任务。顾长安，接货。有了这些仙家玄铁，冷兵器时代结束了。顾爱卿，这一下旨，封你为摄政王，天下兵马皆归你管，你还要怎样？陛下，臣不要这天下，臣只要这天下苍生顿顿能吃饱吃好。旧的律法废了，从今日起，摊丁入坊，官绅一体当差纳粮，谁敢阻挠，杀无赦！摄政王千岁千岁千千岁。林姑娘，我做到了。王爷，这种粗活让小人来做便是，您万金之躯。不，这2件东西必须我亲手做。太平盛世已至，再无战乱饥荒，这2件小小东西全当谢礼吧。大家看这里，这是本次特展最神秘的一件文物，经碳14年代测定，
它来自大渊朝时期。这对瓷娃娃的烧制工艺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在瓷娃娃的底部分别刻着长安和凌婉4个字。这2个名字有什么历史渊源吗？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有传说这是大渊朝那位推翻腐朽、开启盛世的传奇摄政王顾长安亲手烧制，用来纪念一位曾在他最绝望时赐予他鲜粮神药的仙女。顾公子，盛世你所愿。